苏聂，医院又打来电话催缴欠款了，你爸妈车祸的赔偿金都快被你霍没了，你的手还是别治了，省点钱吧。就是你这双手，画画就是个笑话，还不如去餐厅端盘子。身为天才画家的我，竟然重生到了这个叫苏念的女孩身上。突然一阵强烈的记忆瞬间袭来，原来苏念的父母在送她去美学院的路上出了车祸，两人当场没了，自己的手也因为这次车祸留下了病根。姑姑苏小梅一家打着照顾苏念的名头搬进了她家，霸占了全部的财产，现在连她治手的医疗费都不想给。我气得浑身发抖，缠着绷带的右手剧烈颤抖，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绷带下的手腕传来一阵阵针扎般的刺痛。突然，电视里传来财经频道的艺术专访，著名青年艺术家唐若雪女士，她的新作《涅槃》再次刷新了国内青年画家的拍卖记录，成交价高达300万。唐老师真是天才中的天才。电视屏幕上，唐若雪穿着一身高定礼服，优雅地微笑着，胸前一枚由碎钻镶嵌而成的鸢尾花胸针在聚光灯下闪耀着冰冷的光芒。我盯着电视屏幕，手握得更紧了。铃声前，我耗尽心血的画被唐若雪这个我最信任的闺蜜拿去参赛，无论是构图色彩还是我独创的点染法，都分毫不差。她拿下了全国青年艺术金奖，签约顶级画廊，风光无限，而我却成了人人唾弃的无耻抄袭者，辱骂和诅咒淹没了我。滚出美术界！抄袭狗就应该去洗。他的脑残粉冲进我的画室，打乱了我的画具，打断了我的右手。万念俱灰下，我从画室顶楼一跃而下。看看人家唐若雪跟你一样大的，人家一幅画几百万，你呢？你就是我们苏家养的药罐子，废物。姐，别光坐着，来喝一杯，庆祝一下人家唐大画家又发财了呗。他话音未落，手腕一歪，整杯红酒朝着我泼来。就在红酒即将泼到身上的瞬间，我猛地向后一仰，身体以一个狼狈的姿势躲开，但颤抖的右手却在同一时刻以一个快到诡异的角度从桌面上闪电般拂过。哎呀，手滑了，不好意思。他的笑声戛然而止，目光凝固在桌面上，洁白的桌布上被泼洒的红酒没有形成一滩杂乱的污渍，而是形成了一朵造型奇特、正在怒放的鸢尾花。那酒红色的花瓣边缘线条利落，仿佛带着生命力。这臭丫头！我不顾他们震惊的目光，径直离开，回到了自己房间。手机屏幕上突然弹出闺蜜夏萌发来的一连串信息：念念，你还好吧？别理你那帮极品亲戚，快看这个！清江市青年艺术家现场创作大赛冠军奖金有10万呢，够你小半年的医药费了。而且你猜评委有谁？归墟画廊的主人季伯达，那个从不出山的艺术圈点金手。只要他看上你的话，别说10万，100万都有可能。我的手指在屏幕上犹豫，最终还是点开了那个直播链接。只见画面里，评委席正中央，一个男人面无表情地坐着，对台上选手的作品毫无兴趣，甚至微微闭着眼。归墟画廊，季伯达。我的眼神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前世我最想签约的画廊就是归墟。苏小梅一家也在电视中了解到了创作大赛的事，当得知冠军奖金有10万，便破门而入，来到我的房间。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给你报名青年艺术家现场创作大赛啊！我画不了，我的手。苏聂，我告诉你，我们苏家不养闲人，你要是拿不到这10万块，就立刻给我从这个家滚出去。苏小梅一家强行替我报了名，将我带到了比赛现场。下面有请3号选手苏聂展示他的作品。聚光灯像审判的光束打在我身上，我的右手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连作品都没法展示。幸好主持人察觉到我的窘境，过来帮忙。哎，你看那个3号手抖成筛子了，怎么画的啊？关系户呗，这比赛水深着呢。现在的选手真的越来越不行了，已经好几年没有出现像唐老师这样有实力的画家了。你个死丫头，给我稳住啊！拿了奖再犯病啊！评委席上，唐若雪享受着众人的瞩目，目光轻蔑地扫过台上的每一个参赛者，最终停留在我身上，就像在看一个笑话。而他旁边的季伯达似乎对这一切毫无兴趣，慵懒地靠在椅背上。我的画卷在主持人的帮助下缓缓打开，大屏幕上的画刚展开一角，季伯达突然身体猛地一震，他的视线像被磁石吸住一样，死定在我的画上，眼神里是全然的震惊和不可思议。切，不就是画了一棵枯树吗？画这种死气沉沉的东西，能有什么好名次？当画卷全部展开，只见一片逆光的新叶从死寂的黑暗中倔强地生出，那一点光瞬间点亮了整幅画，磅礴的生命力仿佛要冲破画布，狠狠砸在每个人的脸上。台下的众人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整个人都傻了。评委席上，唐若雪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血色褪尽。季伯达缓缓站起身，身体前倾，死盯着那幅画，瞳孔巨震。是他，这笔法绝对是他。不出意外，我获得了冠军，拿着奖杯和10万块奖金的支票牌，我脸上没有应有的喜悦之情。苏聂小姐，作为本届最大的黑马，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我接过主持人的话筒，目光越过所有人，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直直地刺向评委席上脸色惨白的唐若雪。有些东西是偷不走的，
唐若雪感受到了我的威胁，身体猛然一震，气得几乎要当场失态。比赛结束后，我刚想要回家，却被一个高大的身影拦住了去路。请问你有事吗？季伯达没有回答，只是用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审视着我，仿佛要看穿我的灵魂。随即递过来一张纯黑色的名片，上面用烫金字体印着2个字：归墟。明天下午3点来我画廊。你要干什么？我想买下你今天这幅画。说完，没等我的回答，他径直离开了。刚推开家门，一道黑影就扑了过来。我的好念念，哎呦，我的大天才，姑姑就知道你行。你看这钱，姑姑先替你收着啊，你小孩子家的，别弄丢了。不用了，谢谢。随即我绕过他，就往自己的房间走去。苏小梅脸上的笑瞬间凝固，像是被按了暂停键的拙劣小丑。苏念，你别给脸不要脸。念念，你这是干嘛？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不想跟他们废话，直接将银行的收款单扔在了他们面前。苏小梅捡起来一看，脸上的肌肉不受控制的抽搐起来，看着手中医院的收款单上写着10万的金额，心疼的像是被剜了一块肉。你个死丫头，有钱就这么糟蹋？那可是10万块，你全交了，留点给家里不行吗？我们平时的吃喝，还有你弟刚考上大学的学费，哪个不要钱？他是你儿子，又不是我儿子。你现在翅膀硬了是不是？我可是你亲姑姑。哼，我躺在医院快死的时候，亲姑姑你在哪？我父母办丧事的时候，亲姑姑你又在哪？苏小梅见硬的不行，又换上一副可怜兮兮的嘴脸，开始央求。念念，好念念，姑姑错了，姑姑以前是对你不好，可你现在不是出息了吗？你就再画一幅，就画一幅能卖钱的，姑姑保证卖了钱咱俩平分。不，你7我3。我低头看了看自己微微颤抖的右手，随即用那双没有丝毫温度的眼睛冷冷地看着还在喋喋不休的姑姑。我的话只用来复仇，不会当做商品。苏小梅软硬兼施，见我态度坚决，便将我直接赶出了家门。我只能暂时借住在闺蜜夏萌家。此时，唐若雪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手里握着一杯红酒，脑海中我那张清冷的脸和那句偷不走，像一根针狠狠扎进她的眼睛里，气得她将酒杯直接摔在了地上。一个废物，敢这么嚣张，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她拿出手机拨通电话，声音冰冷的像蛇。是我找最好的水军团队，给我往死里黑他，就说他抄袭。不，抄袭太老套了，就说他是个骗子，一个手抖成帕金森的废物，怎么可能画出那种画？给我把黛比的帽子扣死在他头上。第二天，我与夏萌正坐在沙发上聊天，他的手机突然疯狂震动起来。念念，这个叫默克的混蛋把你黑出翔了，唐若雪的粉丝团正在全网围剿你，他们说你是找人代笔的骗子，还有你姑姑竟然帮着外人晒出了你的病历。我接过手机，屏幕上一个刺眼的词条冲上了热搜榜第1，苏念手抖找代笔是骗子。下面一篇署名资深评论家默克的文章正在病毒式传播，标题是如此拙劣的表演，不知其背后的枪手究竟是谁。文章结尾是一张我在比赛中手部剧烈抖动的抓拍图，评论区不停地涌现无数恶毒的评论和谩骂，我却表现得异常冷静，手指在屏幕上缓缓滑动，看着那些恶评。念念，你咋还能这么冷静？我的姑奶奶，这都火烧屁股了，你快发个声明澄清啊！就说他们是造谣，告他们诽谤。没用的，他们要的不是真相，是狂欢。那怎么办啊？再这样下去，你刚拿的奖都要被收回了，奖金也要被退回去了呀。默克前世就是个收钱办事的艺术混混，没想到这辈子还是这副德行。别慌，夏萌，你也别在网上跟任何人吵，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我打开电脑，登录了前世的云盘账号，点开一个文档，标题是《论秋山行旅图中山石村法的伪作痕迹》，里面用极其专业的笔触和高清细节图，逐一驳斥了当时一位专家对这幅古画的鉴定结论。而那位被驳斥的体无完肤的专家，署名正是默克。我新建一个文档，将这篇就论文的核心论据和今天默克攻击我的文章里的逻辑漏洞一条条并列，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稳定而有力，与白天那双颤抖的手判若两人，文章一气呵成。我没有丝毫犹豫，将这篇犀利的新稿附上默克收钱办事的视频证据，打包发给了通讯录里那个唯一可能帮我的人季伯达。哼，前世我的话也曾被这个默克攻击过，幸好我偷偷找人调查过他，只不过当时还没来得及公布我就被害了。现在想想，那时候肯定也是唐若雪搞的鬼。季伯达看到了我的邮件，当他看到3年前那篇署名林婉的旧文时，手指微微一顿，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他拿起手机，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道：动用所有媒体资源把这篇文章全网推送。第二天，无数营销号、艺术媒体、新闻 App 在同一时间，仿佛接到指令一般，开始疯狂转发我的反击文，网络风向一夜逆转。默克3年前的黑历史被扒得底裤都不剩，
收钱办事的聊天记录、鉴定失物的丑闻截图被做成长图全网疯传。唐若雪的豪华工作室里，她还得意地刷着手机，等着看苏念被彻底踩死的后续。突然，她的手机开始疯狂弹出新的推送，标题一个比一个刺眼：默克伪专家，苏念反杀不懂画的人谈话以外的东西。唐若雪的笑容僵在脸上，瞳孔骤然收缩。她看着屏幕上反噬的舆论和沦为全网笑柄的默克，脸色由红转白，由白转青。突然，她猛地站起身，那双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阴鸷和杀意。哼，既然这样毁不掉你，那就让我亲手废了你。几天后，我便收到了唐若雪慈善拍卖晚宴的邀请。念念，你疯了啊！唐若雪那个鸿门宴你也敢去？他敢邀请我，我就敢去。去什么去？全网直播，现场作画，他安的什么心你不知道吗？默克那事刚过去，他就是想让你在所有人面前出丑，让你手抖的毛病彻底坐实。我知道啊。你知道你还去送死？念念，算我求你了，我们不去行不行？我们装病，我们说家里有事，我们报警说他骚扰。萌萌，躲不掉的，这次不去还有下次，我要让他一次就死心。慈善拍卖晚宴现场的聚光灯下，唐若雪像女王一样被媒体和宾客簇拥。当我穿着朴素的走进会场的那一刻，全场的噪音仿佛停顿了半秒，无数道混杂着轻蔑、好奇、看好戏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唐若雪看到了我，脸上立刻堆起假笑，径直来到我身旁。苏念，你可算来了，我还怕你不敢来呢。唐小姐盛情邀请，我怎么敢不来？大家看，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提起的苏念，我们艺术圈最欢迎有才华的年轻人了。唐若雪几乎是半拖半拽的将我引向舞台正中央那个早已准备好的画架。苏念，今天的拍品是为山区失学儿童筹款的，你可要好好画啊。哼，虽然我早有准备，但唐若雪真的是演都不演了，就这么着急想让我出丑。我深吸一口气，缓缓抬起画笔。就在即将发力的瞬间，我的右手突然传来一阵钻心的剧痛。我刚抬起画笔，正要发力的时候，右手像有无数根钢针在同时穿刺神经，紧接着手开始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我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额头上瞬间渗出豆大的汗珠，死死咬住嘴唇，试图控制，但那只手却像不属于自己一样，仍然疯狂地抖动着。画笔从手中滑落，掉在地上，发出一声清脆刺耳的当啷声。唐若雪假装关心地俯下身，脸上却带着完美的胜利的微笑。废物就该有废物的样子，谁允许你爬出来的？全场宾客一片哗然，无数直播镜头和手机死死对准了脸色惨白、摇摇欲坠的我。紧接着是人群压抑不住的、越来越大的嘲讽议论声。手抖成帕金森了还画画，简直是年度最大小丑！骗子，滚出艺术圈！没关系，念念，别勉强自己，我们都知道你尽力了。唐若雪女神真体贴。她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温柔的刀插进我的心里。我猛地抬起头，眼神像淬了冰的狼，没有去看唐若雪，也没有去捡地上的画笔，直接伸出颤抖的右手握成拳，伸进了颜料桶，然后像是举起了一支全新的画笔，按在了纯白的画布上。颜料夹杂着鲜血，随着我疯狂的抖动，拉出一道道癫狂、破碎、充满生命挣扎的线条。我画的正是前世未完成的一座涅槃，一朵在烈火中燃烧，在废墟里重生的血色凤凰，轮廓逐渐清晰，那股不甘，那股怨恨，那股向死而生的疯狂美感，通过屏幕狠狠砸在每一个观众的心上。现场像被按了暂停键，随即以井喷的速度爆发。我操，这是什么画法？这跟唐若雪的新作《涅槃》有点像，但比她的更富含生命力。我居然看哭了，这画里有故事。难道唐若雪的《涅槃》是抄袭的？确实看起来像是半成品。不可能，永远支持唐女神。很有可能啊，我记得当时唐若雪的出道作品不是也出现过抄袭事件吗？后来那个被认为是抄袭的画家为证明清白人都没了。随着探究真相的声音越来越多，唐若雪的身体开始无法抑制的颤抖，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她死死盯着那幅越来越完整的画，像是看到了鬼，惊恐的后退，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不可能，这幅画，这构图，你到底是谁？我画完最后一笔，缓缓抬起头，勾起一抹冰冷刺骨的笑。你偷走我的画，但你读不懂我的血。话音落下的瞬间，我的精神和体力都到了极限，眼前一黑，身体直挺挺地向后倒去。就在众人惊呼的瞬间，一道身影快如闪电，稳稳地将我接在怀里。这幅涅槃，我归墟画廊出1000万独家收藏。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右手被细心包扎着，绷带上隐隐渗出一点血迹。这是在哪儿？你的点染法和这幅涅槃都属于林婉，你跟林婉到底是什么关系？我的瞳孔猛地一缩，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林婉？我不认识。3年前，林婉没了，就在她画完涅槃雏形之后，而你一个手抖到连直线都画不出的美院学生，却能用她的独门画技，以手为笔，以血为墨，完成这幅遗作。你敢说你不认识她？季伯达的每一句话都像一颗钉子，将我死死钉在病床上，脸色瞬间由苍白转为煞白。你调查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很欣赏你，或者说我很欣赏林婉。本来想邀请她加入我们归墟画廊的，没想到发生了那样的意外。我不管你是谁，你有这样的才华，就不应该被埋没。我诚挚的邀请你加入我们归墟画廊。唐若雪焦头烂额地回到工作室，脸上的慌张逐渐被狠毒所取代。不管你是谁，我都要你像3年前的林婉一样消失。几天后，我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匿名号码发来的彩信，点开照片，只见光线昏暗的工厂里，夏萌被绑在椅子上，瑟瑟发抖，满脸的惊恐。下面还附带了一句话：想救你闺蜜，就带着涅槃的原稿来城西废弃工厂。我的瞳孔瞬间放大到极限，血色从脸上退得一干二净，嘴唇无意识的颤抖。你怎么了？我闺蜜夏萌被唐若雪绑架了。我现在马上报警。不行，现在报警的话，夏萌会立刻被撕票。那怎么办？我知道她想要什么，这一次我不会再让她得逞。我的眼神从惶恐逐渐变得冰冷。出租车行驶在空荡的街上，我独自坐在后座，怀里抱着涅槃的原稿，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城市光影，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轻声说道：这一次我不仅要拿回我的画，还要让她身败名裂。来到废弃工厂，被绑在铁椅上的夏萌看到我只身前来，瞬间紧张起来，因为嘴被胶带封住，只能发出呜呜的悲鸣。我刚要上前，四周就传来杂乱而沉重的脚步声。唐若雪还有我的姑姑苏小梅一家带着7、8个手持棍棒的打手走了出来，将我团团包围。苏小梅，没想到是你们出卖的我，哎，你们还有点人性吗？你这死丫头，富贵了就忘记家人，还有脸来指责我们？对啊，你看人家唐小姐，不仅人长得漂亮，还大方，哪像你一个手残疾的，还想跟唐小姐斗？难道你们霸占我家的房子，花我爸妈的车祸的赔偿金还不够吗？苏小梅被我对得说不出话，只能用眼睛狠狠瞪着我。臭丫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牙尖嘴利了？唐若雪，我现在来了，赶紧把夏萌放了。别着急啊，你先把涅槃的原稿给我。3年前你就是这样，为了抢走我的画，不择手段把我从画室顶楼推下去的。你胡说八道！林婉已经死了，她早就死了。你杀了林婉，但你杀不死她的画。闭嘴！你们赶紧给我上，把她的手给我打残，我要让她这辈子也画不了画。我看你们谁敢！关键时刻，季伯达带着人及时出现，将打手们控制了起来。季伯达，我劝你别多管闲事。哼，这闲事我今天管定了。3年前你害我们归墟画廊失去一个优秀的画家，今天你休想再得逞。唐若雪，3年前你已经夺走了林婉的一切，为什么还要害死她？林婉那种清高的废物，根本不配拥有那样的才华。我嘎了她，画是我的，涅槃也是我的，还有苏念你这个贱人，当初也是我找人撞的。我不允许有任何人的才华超越我。你这么做就不怕报应吗？报应？你有证据吗？唐若雪，你看这是什么？从我进工厂开始，我们的对话就在全网直播哦。没想到唐若雪竟然是这种人，太让我失望了，我的女神啊！让她滚出美术界，抄袭狗去洗！关掉，把他们给我关掉！唐若雪原本张狂的笑声戛然而止，精神彻底崩溃了，疯狂地朝我扑来，却被随后赶来的警察一把抓住。被带走前，他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我，脸上突然浮现出一个极其诡异的笑容。你以为你赢了，毁了我背后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唐若雪被捕，全网狂欢，但仅仅一夜之间，关于唐若雪工作室深度扒皮文章链接全部失效，爆款热搜标题被下线，全没了。念念，你看啊，一干二净，就好像昨天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有鬼吧？他们怎么敢的啊？全网直播的证据，警察都带人了，这都能压下去，这什么手眼通天的力量啊？这应该就是资本的力量吧。下午，按照跟季伯达的约定，我来到了归墟画廊。谁知原本属于他的办公桌后，坐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他穿着昂贵的手工西装，正用一方丝巾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拇指上一枚硕大的翡翠戒指。而季伯达就坐在一旁的沙发上，一名保镖站在他身后，手不轻不重地搭在他的肩膀上。一个简单的动作，却充满了致命的威胁。苏念，快走！这是唐若雪幕后的大佬联盟的林会长。季家的小子还是太年轻，总以为几台摄像机、一点舆论就能掀翻棋盘。林会长抬起头，目光像冰冷的探照灯一样锁定在我身上，将一份文件和一支万宝龙钢笔推到了我面前。给你2个选择：一，签了它，你就是下一个唐若雪，我们会给你的10倍的资源，捧你做新神。你所有的话，包括你那个死鬼朋友林婉的，版权归联盟所有，你只需要闭嘴，当一个漂亮的工具。2，那就是和你的小情人一起从这个世界上安安静静的消失。见我拿起桌上那支昂贵的钢笔，林会长的脸上露出一丝算你识相的满意微笑。我打开合同，笔尖在纸上飞速游走，只是出现的根本不是签名，而是一朵线条凌厉、带着不祥之美的鸢尾花。你这是在耍我吗？林会长，你看这枚胸针是不是很熟悉？它是唐若雪从林婉那获得的战利品，因此她时时刻刻把它戴在胸前炫耀。只不过她不知道的是，这枚胸针还是个自动保存的录音设备。林会长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瞳孔猛地收缩，眼神从傲慢变得惊慌失措。胡说八道！别随便说个故事就想来炸我！
那枚胸针里可是有你和唐若雪苟合的录音，还有你们和其他大人物利用慈善事业来圈钱的龌龊交易的录音。林会长这是害怕了。你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他眼神突然变得怨毒而疯狂。就算是真的又怎么样？反正胸针在唐若雪那边，今天你们也走不出这里。你怎么知道胸针不在我这？原来那天唐若雪被警察带走，经过我身边时，我故意撞了上去，将胸针藏了起来。而且就在你叫嚣的这几分钟里，我已经叫人将录音文件交给了纪检委和各大新闻平台。他脸上的疯狂瞬间凝固，所有的力气好像都被抽干了。他的手机开始疯狂震动，屏幕上接二连三地弹出王部长、李董、刘局等无数个备注显赫的来电提醒。那手机就像一个个催命符，在死寂的画廊里嗡嗡作响。你以为你在凝视深渊，其实深渊一直在看着你。林会长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被彻底击溃，双腿一软，整个人瘫倒在身后的老板椅上。我不理那个已经变成活死人的会长，和季伯达并肩走出画廊。金色的夕阳照在我们身上，拉出长长的影子，仿佛将所有的阴霾都留在了身后。